Hello， 大家欢迎来到新的一期的 Vlog。这一期我们来到了澳门，虽然中间因为手机信号失踪，然后走错路，完全不知道自己走去哪里，笑死了。哇，哎呦，这打开看，哎呦，我靠，它真的好大呀！还有浴缸哎。我还以为你好选。这一家叫做英皇娱乐酒店 ，yes， 我没有想到英皇娱乐原来他们还有酒店啊，是我来这里之后才知道的。我觉得在澳门地界来说，这算是蛮宽敞的一个地方了。然后因为我中间去的时候买了一个咖啡，就是随机路过一家店，做了像冰糖葫芦一样苹果的东西。我朋友说我觉得很好吃，出门的时候又碰到这家店就去买了，结果没想到他们店里面居然还有卖 gelato，yes， 然后我点了一个薰衣草味的 gelato， 虽然它味道非常的奇怪。喝完咖啡之后呢，我们就去了赌场。对，来澳门怎么可以不去赌场呢？进去里面观摩了一下，说实在话，里面的场景还是蛮震撼的。就是你在现中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但因为我觉得在里面的时候空气不好，而且会让你觉得有点眩晕。我不知道是因为人太多，还是他们有放什么香氛。总而言之就是不舒服，所以我们很快就离开了。离开之后呢，我们就沿着靠近西侧的海岸线开始散步。因为其实澳门没有很大，所以我们把很多小巷都走了一遍，所以中间有路过一些凉茶铺啊，或者是说一些很可爱的小店。看，是不是有人在吵架？我们去看看，走。蛮 local， 有人情味，就是我觉得只有散步才可以更接近这个城市它本来的样貌。流出一个水流。到了大三巴附近，结果正好碰到他们在装修。即便在装修，我们还是留下了一些照片。好多人。这家店在这里耶。哦，还有 Uniqlo。中间去了一个书店，还去吃了甜品。这个书店呢，就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大，然后比较小，所以也不太适合久留。我们其实就稍微逛了一下就离开了。晚上呢，我们还打车去吃了永利轩，因为刚开始搜的时候以为他们是晚上也有早茶的餐点，结果发现没有，所以就是去吃正餐大餐。这家店呢就是蛮贵的，但是服务态度非常好，而且他们入门的地方有一个水晶的绒，很漂亮。菜品其实味道也蛮不错的，但我觉得服务人员真的很贴心，还会跟我们讲说你点什么主食会比较容易吃饱一些。很开心的吃完晚餐之后呢，沿着这个海岸边散步走回我们的酒店。一路上呢就可以看到澳门的夜景，然后包括澳门塔，非常的漂亮。好黑啊，完全看不到任何。怎么会这么黑？是不是拉很亮呢？第二天早上一早，我们就先去点了昨天没有喝过的那一家咖啡，味道很不错。它其实算是一个日系的咖啡店，然后还有卖和顺德合作的双皮奶。吃完早餐之后呢，打车去了威尼斯人、巴黎人，反正总而言之就是那一片购物商圈。而且正好因为碰到年底折扣促销，然后还给你打额外折扣，我觉得还是蛮适合 shopping 的一个地方。而且因为店都比较多，就是你的选择空间大。shopping 完之后，我们就直接又去了附近的一个叫做关野街的地方，这里是非常多人推荐的，除了散步购物以外，也有很多好吃的。我们去了关野街附近的叫做蒲富轩的一家葡萄牙菜餐厅，这是一家复古氛围满满的正宗葡萄牙菜小店。整个菜呢口味是比较偏清淡的，如果大家有路过这附近的话，可以来体验看看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展览吗？看起来像是这边有一个景点我蛮喜欢的是艺术书店，到了就是这个绿绿的。他们就是除了书以外，还有卖一些周边啊，然后小礼品啊，都是非常有澳门啊葡萄牙文化特色的这种东西，很适合买来送给朋友。而且它的后面有一片超级大的花田，误入了一个很适合拍韩剧的地方。发光的时候晚上真的超级美的，我觉得很适合约会的一个地方，而且安静，基本没有什么人来。其实这一片前几天已经走过了，但是有些店它因为关门，然后没有逛到，所以就和朋友先来这附近逛一逛，有一些文创的东西，然后也有一些跟前一天相关的，也是比较偏类似于旅游伴手礼的部分。一路散步走走停停，我们逛到了望德堂的老城区附近，去了一家超级温馨的日式面包店，他们的招牌水果三明治蛮好看的，但是我觉得味道一般般。然后店里面还有卖一些包啊吐司，以及他们原创的一些小贴纸。这边小巷藏了超级多宝藏咖啡店的。首先特别推荐一家叫做 Single Origin 的店铺，它和前面提到的 Blue 呢是同一个老板，然后咖啡是特别好，他们还贴心的送了我们手工布丁，不仅咖啡好喝，甜品也非常不错。我也可以。
接下来这家店呢叫做 At Home Living Store， 是一个非常有质感的生活美学的买手店。然后他们的1楼呢就是摆放着非常多生活小杂物啊，从手作陶瓷、设计感的餐具到特色的文具摆件应有尽有，尤其是店里面香薰非常多。然后2楼呢是一个很有格调的咖啡店，叫做有利咖啡。然后他们2个反正就是在同一栋楼里面。那咖啡店呢是精品咖啡，所以主要是咖啡师的一些精品手冲，然后他人很好，会给你推荐，问说你的口味喜好偏好是什么呢？附近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小店铺，买手店特别多，很适合 shopping。就是我觉得，因为我自己比较偏好这种类型的店铺，就是这是一条完整的散步路线，我觉得我很推荐这一条给大家来去 city walk 一下。如果喜欢喝咖啡的人会蛮喜欢这条路线的，包括像是这个永利质料。下午我们专门打车去了路环，解锁澳门最后一片净土。它远离市区的喧嚣，然后这里还保留着原生态的渔村的风貌，有非常多马卡龙色系的葡式建筑、黄色教堂、空旷的街道，随处都是电影感的画面。小村庄。哎，真的耶！好，这是那个庙，那么的话，那家店就应该在这里。到了。路环其实没有很大，你随便走一走就可以路过安德鲁饼店，还有路环的图书馆，包括圣方济各圣堂，凡是网上推荐的景点，稍微走走都会碰到。放累了呢，就可以去小日子书店看看文创，翻翻书，在没有人的街边游乐场发呆，慢悠悠的非常治愈。走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真的耶！嘿嘿嘿。最幸运的是，在这里我们还等到了超美的黄金日落，就在路环码头。这边也是一个非常多人会来拍照的地方，海边晚霞铺满天空，温柔又治愈，非常疗愈的景色。在旅程的尾声呢，我们还去了澳门文化中心，看了历史和艺术展览，感受这座城市多元的魅力。然后发现，其实他们也有蛮多好玩的展览的，而且不用钱，就是免费走进去就可以了。还有一些互动装置，虽然说产品没有特别多，但是至少可以给你在澳门的旅行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回忆。Joyce 你在那里，我看到你了。而且除了偏现代一点的展以外，他们还有讲过去历史的部分，就像是之前去别的城市旅行的时候一样。我觉得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工艺品展，因为它和很多就是现代的一些技术结合在一起的，比如说展示那个陶瓷的扫描的那个部分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哇，这么细！哇，他这个扫的好精度好高哦。连双下巴都画出来了。我操，太牛了吧！哇，我这个碗里面也很漂亮，这精度真的贼高。这个交互很爽哇，这个师傅画的也太认真了，一格一格。那么远。哇，天啊，他们跑这么远来殖民。不行，有点好笑。这太适合过年了。这个也是，你不觉得有一个锅，那个叫什么摩飞还是什么？那个锅，哇，这个画好精细啊，很精细。哈萨克、缅甸国，看，对，很宜家。然后还碰到了澳门的一个设计展的合集，然后有展出非常多学生的作品。但我觉得算是了解澳门文化的一个方式和切入口，可能也比较少人会来这里参观。我觉得如果你对澳门的文化感兴趣的话，还是可以来这里看一看的。这4天的澳门旅行呢，我们从热闹的老城到繁华的荡仔，一直到静谧的路环，看过了烟火市井，也遇过了温柔的日落，也更加了解澳门的温柔和浪漫。